秋霜寒凉，老夫人身染风寒，缠绵病榻，念及远游亲眷，心中郁结，盼希儿归家，以解亲人思念。我离开益州时，祖母还精神矍铄，怎么会久病不愈了呢？往日她最是疼我，我必须回去看看。你要回益州？我父王尚在前线，这时候本不该多事，但老太太病危，我父王又不在，此去益州，担心途中生变，这不是来找我的未婚夫婿帮忙了吗？我担心你王府的兵人手不够，要不将太子府的侍卫带上，充当王府的人。还有，宁老太太患疾，我身边常用的太医医术精湛，你把它带上，还有各种药材，一并带上，我让人都给你准备好。还有，你身边没有贴身侍卫，我让怀辽跟着你一起去益州。怀辽跟我，你身边没人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，我能自保。要不我称病，我陪你一起。别闹，现在正是京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的时候。可是，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些，可若是争不了权，夺不了势，即使此刻你陪着我，往后也是护不住我的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你放心，这回我肯定处处小心，绝不让自己身陷险境。萧星恒，你都装了什么呀？我是去探病，又不是举家搬迁。多带点总是没错的，这些都是珍贵的药材。虽然我不知道宁老太太情况如何，但总有一样可以用得上吧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意，若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带着它去找益州刺史赵康玉。益州刺史可是地方3品大员，益州最高的行政长官，居然是你的人。你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？还有这个，送给你。鸢尾花的手镯，帮我戴上。好看。一只手镯可不够。准备好聘礼，等我回来。好。祖母，我回来了。祖母，祖母，好，我的希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祖母就是此刻去了，也心安了。祖母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还要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的看我成婚呢。对了，我的希儿有对象了。定亲了，是太子，孙女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。祖母高兴了吧？高兴是高兴，可对方是天
皇贵寿，以后我的希儿要被欺负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希儿，希儿不哭。都说生死有命，祖母不难过，你也不难过了啊！祖母，太医，太医。回禀郡主，宁老太太得的是风寒，好在不是肺痨，应该是风邪入体，因年纪大了痊愈得慢，再加上治疗不当，炎症累积，才拖成了现在这样。可能治疗？可以的，只是所需药材珍贵，好在咱们来益州前，殿下为您准备了大量药材，正好可以用上。只是宁老太太年岁高了，这病恢复得慢，急不得。能治就好。哎，臣这就去准备。祖母，你听到了吗？您的病能治，以后可千万别再说这些丧气话了，要配合太医好好治病。好，不说了，都听我希儿的。多亏了希儿带来的太医和药材，不然母亲的病不知何时能好。该三叔好好谢谢你才是。三叔见外了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父亲尚在前线，殷家全靠三叔一人撑着，这些都是侄女儿应该做的。哎，我听闻圣上为你跟太子赐婚，也不知太子为人如何，你是否能跟他相处得来啊？希儿，这婚事可是你自愿的呀。哦，真正的亲人不会在意你为他们带来荣耀积蓄，只会关心你是否过得如意。三叔二姑姑别担心，太子殿下清风朗月，待我更是极好。这次为祖母带来的药材和太医，都是殿下准备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谈恋爱可真愁人啊！山远天高烟水寒，相思枫叶淡。这些话，萧心恒应该会懂吧？小姐，您的点心。哎，管家。哎，外面怎么这么多哭闹声啊？我这几天看到好多人家都在办丧事。最近城中死了许多人吗？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入冬的原因，城中好多老人都患了风寒，都挨不住了。按理说今年冬天还没有去年冷，但这一个月陆陆续续走了好多老人。都是在这一个月里？是。就是这一个月，连那个棺材铺的生意都好了很多。哎，小姐，您是觉得哪里不对吗？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难道是我想多了？你这都生病了，怎么还在打扫啊？谢郡主关心，只是奴婢是负责花园洒扫的，其余负责的姐妹也都染上了风寒，奴婢担心无人值守，这才让在这打扫的。让我去你们的住处看看。染病了，府上郎中就没来看看吗？回郡主，府上郎
中来瞧了，说是普通风寒，也都给开了药，可有痊愈的？说来奇怪，好似还真没有痊愈的。不过大家都只是咳嗽，并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因为怕影响主子，所以我们染病的也都没敢往内院去。今日实在是没有人手了，奴婢才带兵进。没有别的症状，只是一直在咳嗽。小美，去吩咐外面所有的人都远离这个院子。华流，去找些侍卫，将宁府暂时封了，让他们远远守着，不许任何人出去。我这就去。哎，你别出去，就待在这儿，想办法传令出去就是了。是。叫外面的人去把徐太医喊来，顺便再通知三叔和二姑姑。明白。哎，别进来！希儿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快出来！对啊，我们怀疑这里的人得了癔症。癔症？还请太医做好万全准备后，再进来为众人接诊。是，臣这就去准备。有劳了。希儿，这当真是癔症吗？瘟疫向来令人谈之色变，若真是癔症，那可就不单是宁府的事情了。还不确定。我也希望是虚惊一场，但结果可能会不尽如人意。三叔，还请您将宁府立刻封闭，将所有的下人都盘查一遍，将染病的和未染病的人全部单独隔开。内院也要排查，特别是松鹤院，我担心祖母的病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这就去。可是希儿你，以防万一，我也需要一同被隔离。这怎么行呢？我怎么向大哥交代？三叔别担心，有徐太医在呢。现在控制住癔症才是最要紧的。行，我这就去。走。郡主，你猜的没错，经过下官反复确认，确实是癔症。具体是什么情况？最先咳嗽的是东院里负责外出采买的小厮出现了咳嗽，后来与他同屋的小厮也都相继出现了咳嗽的症状，而且最先染病的那几个小厮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热的症状。下官用了各种风寒常用的降温方法，但是都没效果。也就是说，这癔症的症状是先咳嗽，再发热。是。那祖母一直咳嗽，会不会也是？郡主请放心，宁老太太虽然也有咳疾，但是肺病，脉象也跟这些患了癔症的人不同。她没事就好。这些患了癔症的人看似风邪入体，但他们的脉象要更沉一些。之前郎中开的风寒用药也是没有半点效果。那知道癔症是怎么传染的吗？我们这些人是否也会患上癔症？这些人都是在接触了有咳嗽症状的人之后3天才出现了症状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观察3天，没有出现咳嗽症状的，均是没染上的。是的，郡主在这儿已经待了3天没有症状，所以郡主已经平安无事了。宁府应该没有新增的感染者了吧？没有，幸亏郡主当机立断，及时封住了小院儿。所以疫情才得以控制，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。此癔症没有在宁府传播下去，不代表没有在乙州传染开来。可是明明已经传播1月有余，为什么城中一点防疫措施都没有？郡主，这可使不得，郡主。徐太医，还请您劳心费力，尽快找出治疗之法。这乙州城的百姓，就靠您了。郡主请放心，下官定当竭尽全力。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，但此刻我必须做些什么。
益州传来消息，说是发生了瘟疫，圣上已经秘密下使封城，现下正召集各位大臣殿前商议。郡主到。不知岳西郡主到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赵大人多礼，倒是我突然来访，惊扰了大人。哪里，郡主客气了。此次到访是因瘟疫一事。不瞒郡主，下官收到宁家消息的当天，已经找大夫确认了瘟疫一事，当即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只是益州路远，还未收到上面的旨意。可现下百姓仍聚集在一起，瘟疫只会传染得更严重。可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并无多少士兵镇守。若是百姓知晓瘟疫，一旦发生暴动，我们根本就压不住。可赵大人知不知道，不止益州，若是在等旨意的期间，让瘟疫流传出了城，危害到了其他州县，只怕不只是百姓暴动这么简单了。殿下说过，见此章如见他本人，只是不知赵大人还认不认这章子。本以为岳西郡主不过是太子殿下联姻的选择，没想到殿下信任他至此，连私章都交给了他。请郡主吩咐，下官定听命行事。当务之急是请大人封锁益州城门，避免瘟疫流传出去。郡主，这话说晚了。下官刚刚收到消息，益州城门已经从外面封闭，现在的益州无人能出。这么快？京城到益州，不论是一差800里加急，还是飞鸽传书，最快都要10日才能送达。封城的消息今日就到了，说明最起码10日之前，京城就收到了益州瘟疫的消息。而那个时候，益州的丧事变多，不过刚刚出现了一点苗头。这究竟是有人未卜先知，还是说这场瘟疫本就是一场阴谋？其他几个都送过来了。大人，城中百姓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有瘟疫，现在全部聚集在隔离点，闹着要出城。守城士兵喊着要将他们格杀勿论，我们快拦不住了。放不出城！臣以为益州人口数10万。一旦因为疫情引发暴乱，3成的城卫军怕是也难以抵挡，还请圣上调兵提前镇压防范。臣以为瘟疫自古死者10有89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所能治愈。避免瘟疫扩散，增加死伤，应死守益州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商贸发达，耕地众多，更有人口数10万。若是弃城，不仅尸横遍野，此后益州耕地无人种，商贸无人理，对我朝更是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就应该壮士断腕，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却能保附近其他州县百姓安危。再说了，如今益州瘟疫横行，如此天灾，又有谁敢进城援助？谁说没有人呢？圣上如此英明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居心不良的要弃了我宁王府的族地。臣
不负所托，北琼已鸣金收兵，主帅撤离，只留了小部分人镇守边境，已无再战之意。此战，我朝大获全胜。好，爱卿辛苦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只是做了分内的事，此次回京，听闻益州疫情严重，心中难安，便匆匆赶来，未曾换甲，还望圣上恕罪。哎，无妨，爱卿担忧家人乃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啊？既然爱卿回朝，那你对益州的疫情可有对策呀？回陛下，臣以为必须驻扎重兵防守，这样能防止疫情蔓延，防止百姓暴动。但是益州不可弃，若弃了益州，百姓人人自危，恐怕产生暴动啊。若益州可弃，其他城池皆可弃。若在此开了先河，如果疫情一旦泛滥，那我朝便救不了一人，守不住一城，此损失巨大。陛下，千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呀！宁王说的轻巧，益州疫情泛滥，如此严重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城中救助？臣愿前往。哼，可光您一人可不行。若要派人，那便只能增兵。各军队均驻守边疆，所隔甚远，御林军守护皇上的安危，皆不可轻易调动。臣这次大胜归来，特准了北疆将士常年未归家的假，此刻已经在城外，臣尚未解散呢。带了多少人？5万人。你这是私自带兵入京？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我只是准了将士们的假，让他们一同陪我回京，而且我为了急匆匆的面见陛下，所以才未将他们解散而已。哼！爱卿刚从前线回来，理应休养生息。目前益州的疫情尚未明了，爱卿实在是不可以以身涉险呐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另派他人领了你这5万精兵前去支援。爱卿，你看如何呀？这，儿臣愿带宁王前往。你是一国太子，怎可以身涉险呢？正因为儿臣是太子，所以应该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益州不仅有儿臣的爱人，还有我大理数10万臣民。也罢，将这5万军队交给太子，那宁王便无话可说了。既如此，着太子领5万精兵前往益州赈灾吧。儿臣领命。多亏殿下传书，我才带回这么多将士，不至于让益州成为一座孤城了。还是要多谢君主。既然希儿这么看重你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我在京城看住这些牛鬼蛇神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从益州安安全全地把希儿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定以性命护之。郡主，虽然城门被封，但我有办法送您出去。你能送我1人出去，但能送宁家那么多人出去吗？赵刺史，益州为何被封？城中瘟疫，还不让我们逃难，朝廷是放弃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城里等死！你们想逼死我们吗？我们要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益州被封是为了防止疫症外溢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。朝廷的援助
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现在，各位应配合官府，减少聚集，防止疫症传染更多人。你骗人！外面的兵说出城者杀无赦，你分明就是想困死我们，你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城中的高官世家早都跑光了，留下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。你们这些判官分明就是罔顾人命！罔顾人命！本官还在城中，今日之前，根本无闲杂人等知晓瘟疫一事，说有人提前出城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赵大人的意思就是，你明知道益州有瘟疫，故意瞒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？我看赵大人就是故意借着想留在这里的幌子，欺骗我们这些老百姓了。那些有钱人都跑光了，放不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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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带的人多吗？本来不多，但是属下刚刚从人群中看到了不少太子府的人，应该是殿下从京城派来的，刚进城就堵在这儿了。通知宁府所有的侍卫和府兵，要他们全部赶来城门，维护秩序。加上新来的人，应该能拦住这些百姓一时片刻，不让他们冲出城门。你能从人群中直接把他单拎出来吗？我看他面生不像益州人，也没在这次病源中见过。明白，郡主放心。我在萧旭府上见过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发现。大家不要被奸人怂恿蛊惑，速度离去，免得伤了自己。外面驻守的军队说，出城者杀无赦。你们不是想出去吗？我就帮他一把，看他能不能活着出城。赵刺史拦着你们，是怕你们自寻死路。你们以为你们人多，城外的士兵就拦不住你们吗？你们确定要拿命跟城外那些带刀带枪的士兵拼上一拼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出城是死，留在这里也是死，那让我们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放不出去！谁说留在城内就是死啊？此疫症不是不治之症，太医和大夫们都在研究治疗之法。若你们出去后发病，试问，又有哪个大夫敢接诊？又有哪个大夫能比城中的大夫更加知晓治愈之法？更何况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未染病的人，只要听从官府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传染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怎么能保证朝廷来的是援兵，而不是来困死我们的？就是啊，况且那些有钱人都跑了。就是啊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啊。我乃宁王嫡女岳西郡主，更是皇太子妃。只要我还在城中，只要我的父王和未婚夫婿都还活着，就无人敢弃益州城。岳西郡主，真的假的？没见过岳小姐。郡主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特别是您将那个挑拨离间的奸人斩杀的时候，简直跟个杀伐果断的女将军一样神气。说实话，刚刚那么多人盯着我，腿脚发软，头皮发麻，还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才适合我。逼着一个社恐大庭广众之下演讲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嘛！
郡主，目前城中百姓们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这城中药材极其紧缺，还有重症患者的治疗因为缺少人手，这都是大问题。徐太医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那臣告退。这个马上磨好，快好了吗？见过郡主。小春花呢？我给她带了糖葫芦来。小春花昨夜病发，没能救得过来。郡主，都是下官无能，至今未能寻得治疗方法。好了，姐姐真漂亮。那姐姐下次来的时候啊，给你带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真乖。若是这场令如此多无辜之人失去生命的瘟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，我定要让背后之人付出同等的代价。打听到了吗？我找到了今月来最先办丧事的10几户人家，居然有一大半都出自同一条巷子。同一条巷子？怎么这么巧啊？若这疫症真是人为制造的，那这巷子必定就是制造疫症的源头。你马上出发，挨家问一下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的采买和用水都是哪里取得的。是。看来这场瘟疫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敢问大娘，你们最近采水在什么地方？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采水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地方。郡主，打听到了，静安巷位于西市，大部分人采买物资都会去西市，
静安巷的尽头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普通人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的，都会去那里取水。水井？那去水井看看。这口井最近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奇怪的事情？啊，对了，刚刚还有个婆婆抱怨到，说之前不知道哪个破屁无赖将不要的旧衣服扔进了井中，大家都骂了好久。旧衣服？去请徐太医过来，让他带人验验这口井。是。娘娘，益州那边已经被宁初曦查到了。死了还是聋了？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？一群人都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有脸来见本宫？他还是杀了不就完了？这么简单的事还来问我？废！宁初曦背后有宁王，有太子，益州刺史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我们的人在聚众的时候还被他抓了，杀鸡儆猴。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护卫，想要下手，恐怕很难。他在益州待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染上疫病，还真是命大。他到益州的时候，宁府里已经有人咳嗽、高热，但他反应太快了，迅速把众人隔离了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让不该说话的人统统给我闭嘴！是。郡主，附近所有的药商把药价翻了几10倍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王府掏空也无济于事。周围几个县呢？都一样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是啊。郡主小心！怀流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把怀流扶进房间去。哦，是。得将宁府所有的侍卫和下人全部再筛查一遍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暗桩。太医，郡主，还好，那一刀扎进去的位置不深，万幸避开了脏器。再加上治疗及时，怀流已无生命之忧了。那这伤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哎呀，郡主放心，臣先开几副止血消炎的药来，后续慢慢调养即可痊愈。郡主，属下如何担得起郡主行此大礼？救命之恩等同在造，你如何担不起？郡主言重，保护郡主本就是我等的职责。可你是萧先恒的人，若不是拼命去保护我，本不用跟我一起进入益州，陷入险地。郡主不必自责。本就是怀流心怀愧疚。你对我有愧？之前郡主被林玉带陷害，我本奉命暗中保护郡主，
当时我就带人守在了羽长阁之外，但是因为我的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，导致郡主被掳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此事怀留难辞其咎。你是说此前萧星河就让你暗中保护我？属下以命相护，是知道，若是郡主出了事，主子不仅会疯，怕是最后也不会独活。属下越去，本不该跟您说这许多，但属下只是希望郡主不要因为属下受伤而心怀愧疚，也希望郡主千万要珍重自己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救我的这份恩情也是实打实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收到消息，殿下他们已经到城外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玉安堂出事了！许是这伙人知道刺杀失败的消息，又得知朝廷援兵马上就到，因此想在这里不顾一切取我性命。若是一会儿刺客进了玉安堂，我会掩护郡主向前跑，郡主只管往城门附近跑。程卫军和主子应该马上就能赶到。玉安堂内全是老弱病患，若是这群刺客冲了进来，整个玉安堂都凶多吉少。郡主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郡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动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希儿，萧星河，玉安堂，快去救援！快点！所有人留下，保护郡主安全。是，撤。怀留，一定要撑住！
殿下，这次瘟疫是有蹊跷，牵扯众多，殿下还需多加小心。还有，昨日我们刚查出疫病来源于水井投毒，今日便有人想要将太子妃置于死地。小心河。怀辽，怀辽没事，只受了点轻伤。玉安堂内众人也都无事。你先好好回宁府休息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吓死我！我就一天没跟着你，你怎么又出事儿了？这段时间还真是多灾多难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庙去拜一拜？您是该去拜拜，让佛祖保佑您呢，别再受伤了。这算什么伤啊？这是我跑脱力后不小心在地上磕的，怀流那才是真受伤了。要不我去庙里拜一拜的时候，也顺带捎上怀流。幸亏太子殿下来得及时，要不然，是挺及时的，还挺帅的。你说谁帅？怀流的伤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因为我这么久未见，结果开口就问其他男人的情况。大佬怎么谁的醋都吃？怀来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小伤，不用担心。那就好。你就没有其他的话想跟我说？你过来，再过来点儿。小星河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小星河，我好像知道什么叫一句话可以定人生死，一句话可以夺人性命的感觉了。那种情况下，以一人性命镇住场面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你杀的那个人，也不是无辜的。
你没有错。我以为你过几日才会到。我先率了3000骑兵过来，大部队还在路上，过几日就都到了。你亲自来了，那京城怎么办？无妨，宁王已经先回京了，有他在，那些人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场瘟疫应该是萧旭主导的，但萧汉也参与进来了。的确，瘟疫不仅是冲着我来的，更像是冲着整个宁府和益州来的。若是宁府和益州出事，老头子在前线必然会受影响。若我再出事，跟萧宪恒的婚事自然是告吹，老头子也很有可能跟萧宪恒反目，可谓是一箭双雕。这种为达目的便草菅人命的手段，的确和萧旭想获取兵权，便想折损15万将士的阴毒计划如出一辙。那萧汉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封城那日煽风点火剩下的2个人，与这2次刺杀你的刺客是同一拨人。你是说萧旭派的人传染瘟疫和挑拨闹事，而另一批人则是专门来刺杀我的？是。谈个恋爱好烦哦。后悔了？那倒是没有。不过殿下的聘礼准备好了吗？娶本郡主可是很贵的。本宫以整个灵华宫为聘，不知够不够娶郡主？勉强够吧。那本宫还要多谢郡主下嫁。应该的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小姐不好了，府外被一群世家子包围了，他们叫嚷着要让小姐出面呢。急什么？有大佬在，还轮不到我出面呢。安心躺平就是啦。我说李成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竟敢来我宁王府闹事儿！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家只是因为低调，所以才没在门上挂宁王府3个大字。哎，此言差矣，我们今天可不是来闹事儿的，不过是想求见岳西郡主，希望岳西郡主赐我们一些药草罢了。我呸！有你这样求药的？再说了，现在药草本就紧缺，凭什么给你们呢？就凭你们一个个一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哎呀，疫情发作时还要出门，封城之后像个缩头乌龟似的躲在家中，都不如人家寒门子弟还知道出门帮忙。你别说的跟你们多高尚似的，太子院来的那些药草不全被你们垄断？咱们都是世家，不能光你们吃肉，我们连口汤都捞不着吧？对呀，污蔑当朝郡主，可是等同诽谤皇室，轻则流刑，重则斩首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话。你少在这吓唬我，我们不过就是想见岳西郡主，求他手中的药救家中长辈而已，难道行孝道还错了？走！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拜见太子殿下，拜见太子殿下。哪来的狗东西，也敢找岳西郡主的麻烦？殿下饶命！小的只是因为家父患病，这才想向郡主求药，一点都没有为难郡主的意思啊！留你一命，是因为你是为了尽孝。如今所有的药材由官府统一配送，优先给玉安堂、道观、书院的患者使用，其他警患可及的人且等上些时日。朝廷派来的药材已经在路上，再过不久，人人都可以吃上药。若有单独需要提前用药者，不用来宁府，尽管来找本宫。可还有疑问？没有，还不快滚！多谢太子殿下为宁府解围。职责所在，不用多谢。既来了宁府，就没有不拜见宁老夫人的道理。老夫人可还方便？来，请。
上就是年关了，殿下一个人身在益州，无亲无故的，若不介意，就在府上过节吧。是，祖母。哎。祖母，怎么还没成亲呢，你就改口了？什么？祖母究竟跟你说了什么？秘密。不过我更好奇你是怎么跟祖母保证的？祖母能让你还没过门就改口了？我答应了祖母，她担心的都不会发生。啊，对了，祖母还让我来府上过年。祖母还真把你当自己人了。早晚都是一家人。那我的家庭地位不是有威胁了？有你，才有家。主子，主子，你让我查的宫中10年前那场瘟疫，和这次瘟疫的症状果然如出一辙。10年前瘟疫，难道是小说中我还漏了什么重要信息吗？10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瘟疫。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先后出现发热、咳嗽、高烧，再然后就是呼吸困难。这些病状跟如今益州城的瘟疫一模一样。主子，益州瘟疫，萧兴亨已经查到我们了，至多10日，他便会带着证据回到京城。之前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的确如您所料，当年叶庭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，与如今益州城内爆发的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属下翻阅了当年记录叶庭瘟疫的卷宗，确定益州城瘟疫与当年叶庭的瘟疫的确同宗同源。所以10年前那场瘟疫也是人为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萧汉。对哦，萧汉的生母就是叶庭的宫女。那希儿，如果这背后之人与我猜测一致，那此事就非同一般。我必须马上回京一趟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。如果你觉得危险，就不想带上我，那我就必须去。至少我在你身边，你才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。小汉，你今日又在玩什么新游戏？
最近的计划都有不顺，但是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已经等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个。乙州瘟疫只不过是个引子，小心衡，他不会得意太久的。7年前，后宫掖庭17名宫女相继发病身亡，娘娘可还记得？据卷宗记载，那17名宫女死前半个月，先是出现了发热、头痛、高烧，甚至呼吸困难，这些症状与如今益州城所发瘟疫症状一模一样。而那瘟疫从何而来？娘娘与儿臣心知肚明。为何？贵妃娘娘，当年在掖庭之中，你想杀之人是谁？儿臣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多日，左思右想，也只能是一个人。你是何时知晓的？从你想杀宁初心灭口的那一晚。哟，这么早啊？那你为何现在才来问本宫啊？你想听什么？是不是想听我说我不忍、不愿、不信？的确，除了小心求证，我也曾试图说服过自己，这不过是巧合。可是贵妃娘娘，这益州城百姓的瘟疫，只能出自于娘娘之手，要我怎么能不信？为何杀我母亲？本宫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有位女子，因为家族趋炎附势，谄媚权贵，被当作族姐顾宠的礼物送入宫中。她果然不负家族厚望，得了几月的恩宠，有了身孕。可防不住深宫重重，人心险恶，孩子没了，女子也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。后来，族姐的孩子长大了，家族也从一开始寻求后宫顾宠，变成了储君之位的争夺。于是，便开始劝说女子收养深宫中的皇子为己所用。可拿捏人心不易，不能找后宫中有母族作为依靠的皇子，只有一无所有、深陷绝望的孩子，才能被铸成最听话的豆。我需要你，绝不会让你有任何退路。所以，你杀了我的母亲，那是因为她该死。身为宫女，却有了皇子，即便是本宫不动手，她在这深宫也活不久。所以，从一开始就是算计。你说过，你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但你竟相信我不会杀你，真是可笑。10年前，我以为你是我深渊里照进的一道光，可你却也是将我推进深渊之人。
从见到你的第一面，我就从未将你当过一面。别怕，黄泉路上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到我没想到，在我死之前，我还能见到你。你杀了他，他本就该死，难道不是吗？我帮你动手，免得脏了太子殿下的手。贵妃之罪，自有大理皇法处置他。轮不到你处决他。小心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恨那个造成我母亲一生苦难的男人，我恨所有明明跟我同一个父亲，人生却是天差地别的兄弟姐妹们。我恨这个宫中所有趋炎附势、美上欺下的人。我也想尝尝把人民捏在手里的滋味。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小星河。你虽与我一样，自小被抛弃，在刘国皇室受着与我一样的苦，回到宫里受到朝臣和圣上的冷落。可是你却比我幸运，你的母家门第显赫，权势滔天，还有宁初曦的喜欢和宁王府的支持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就连我最爱最信任的人都是假的。小汉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还可以回头的。回头来不及了。从今往后，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下辈子，我们干干净净的相遇。
们。别看。这是从北疆运来的剑毛草。剑毛草是什么？北疆人有用剑毛草煮水的习惯，他们认为剑毛水不仅能驱寒，还能辟邪，所以好些人在遇到没事时，便喜欢煮剑毛水沐浴，或者在严寒时用以驱寒。难道这就是治疗瘟疫的药？不好，我已经拿了一些给太医，让他给乙州病患的士兵先喝下了。参见太子殿下，郡主。下官将剑毛草熬成浓之后，喂给了垂危的几个病人，他们的烧已经开始往下降了。这剑毛有用啊！那这剑毛乙州可有足够的存量？说来惭愧，这剑毛产自北疆，多用来驱寒辟邪，并未被列入正统草药的范围，这才被下官等忽略了。因这剑毛多作为小众的生活百货售卖，所以存量并不多。无妨，我已经令人去将周围几城的存货先调到乙州急用，一会儿再去给其他几州去信，让大家一起帮忙，令朝廷倾力从北疆运送剑毛过来。这样，这疫情有了治疗方法，解封乙州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既然这剑毛草出自北疆，看来孙贵妃这一次的计划，萧许也必然参与其中。是哦，就是他一直在勾结北疆的大皇子啊。太子和郡主给大伙儿发救命的药草了，大家快过来领啊！乡亲们，快过来领药草啊！谢谢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太好了，有救了！殿下，益州失败，太子昨夜赶回京城后，连夜进宫，宫中传出消息，贵妃和五皇子已经……太子见了萧汉，恐怕计划要提前了。是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朕命不久矣。陛下洪福齐天，龙体一定会很快痊愈的。这是老天爷对朕的惩罚。瘟疫是老天爷对朕的警示，朕逆天而为，注定有此一劫。
瘟疫已经被太子殿下控制住了，太子殿下代陛下福泽万民，这也是陛下的功劳啊。太子，来，扶朕起来。陛下小心，陛下还是先把药喝了吧。朕要逆诏，朕要传位给太子。明日召集大臣觐见，朕要昭告天下，太子仁德，可替朕辅佐天下。是。今日是你们执行的最后一个任务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是。外面是什么声音啊？不行吗？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外面到底什么声音？你闭眼干嘛？以为我要对你做什么？该睡觉了。然后，少年找到了属于他的鸢尾，守着他的花，永远幸福、快乐的生活。这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有吗？分明是你拿我讲过的故事揉在一起瞎说的。好吧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快睡吧。主子，宫内传来消息，陛下病重难医，恐年寿难永。萧旭是怕陛下突然薨逝，太子会名正言顺的继位，所以才迫不及待的动手。萧旭既然已经有所行动，怕是已经留有后手了。明日你要赴的不是皇家节宴，而是一场鸿门宴。鸿门宴吧，比起刘过为质，不足为惧。明日恐怕会有一场恶战，太子府也难以幸免。华六，明日一早我离府之后，以便送郡主回宁王府，务必看到他进门之后再离开。主子，那你呢？只要他安然无恙，我便没有软肋，萧旭赢不了。明日我会带郑国公府的私兵在宫外接应，若宫门有异动，我便杀进去。
怎么有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感？郡主，哎，怀流，怀流，萧敬腾呢？怎么今天起来就没见着他？主子今日有事外出，特命属下留守府中。主子说，郡主自益州回来，离家多日，想必会思念宁王。待郡主醒来，便让我护送您回宁王府。怎么突然要我回宁王府啊？怀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萧星恒到底在哪？太子殿下到！皇兄还是这般爱摆架子，吸引所有人的目光。儿臣来迟，参见父皇。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是如此，所以主子一定得先护好您，才能心无旁骛地对付萧旭。怀流，你帮我办件事。郡主尽管吩咐。本郡主今日要在威园大设宴席，宴请百官家眷，共赏威园盛景。主子这还在，您就开席不合适吧？你想什么呢？郡主放心。不算迟。看来父皇病重难愈，如今已经传遍朝野。诸位心里已经择好了明主，只是父皇还安然无恙坐在此处，诸位便如此迫不及待，莫非是想逼宫？皇兄此言差矣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他们不过是做了最正确的选择。父皇年迈病重，也不宜为朝政与百姓忧思，不如早些退位，颐养天年。好，本宫作为太子，尚不能接下江山社稷的重担，三弟倒是比父皇和本宫还着急。无妨，皇兄如今也就只能逞逞嘴皮上的功夫了。父皇，儿臣认为太子名不符实，碌碌无为，难堪大用。今日结宴，儿臣恳请父皇废黜太子萧星恒，改立储君。李小姐，你怎么会在此？我也想问赵夫人，你怎么？郡主请柬上分明写了只请我一人。我的请柬上面也是这么写的。我的也是。郡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宴请之事，是本郡主欺骗了各位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想借各位的命，解我夫君危困。郡主，
您这是在说笑吗？我们这里这么多人，您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？赵夫人说的是，不过我今日可以杀了你，明日也可以杀了他。这样间错开来，既不会显得太慈悲，也不会显得太残忍。我们都知郡主仁慈，救了无数瘟疫的百姓，又怎会滥杀无辜呢？就是啊，很不巧，本郡主很是善变。平日里葬不了花，但今日葬得了你。若各位夫人好好配合的话，倒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。岂有此理！我今日就要出去，你能奈我何？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，我的意思是，今日无本郡主令，擅出威远者，就地诛杀。你敢！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诸位请放宽心，既然大家都是来赴宴的，本郡主定会保大家安全。至于多久能回府，相信不久后就会有结果。小婿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直呼太子的名讳？太子，父皇，您忘了，儿臣刚说了，废除太子，改立储君。一国太子，岂是你说废就废，说立就立的？你可将朕放在眼里？你可有问过满朝的文武百官？文武百官？诸位大人，既然父皇都问了，那便请诸位来说说，这太子可不可废？陛下，太子自归国之后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，又体弱多病，极易草药，不宜继承大统。赵夫人，赵大人不过从五品官，他的俸禄怕是难以支撑这账本上的流水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太子从小入刘国为质，只怕早已胸无大志，难当大任了。李大人这外交使臣做的倒是称职，与他国臣子的来往信件有数十封，卖国求荣，真是无辈楷模呀。陛下，太子长于刘国，难保不会包藏祸心，又从未学过治国之策。若是太子继位，大理100年基业，只怕要断送于此。明码标价，买卖官爵，将一群胸无点墨的纨绔纳入朝堂，往小了说是贪财丧志，往大了说，杜大人这是想从内部瓦解，毁了我大理100年基业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们，朕竟养了一群有目无珠、目光短浅的酒囊饭袋。陛下，保重龙体。父皇，您看，为了让您高兴，儿臣让这满朝文武都同意了。您还有什么要求？太子碌碌无为，毫无建树。那一周的瘟疫是谁带兵前往？是谁查出瘟疫之源？又是谁寻到治疗之法？你们一个个只会喊着弃城的时候，是谁有胆魄去救黎民百姓于危难之中？刘国为治，胸无大志。若非太子出治刘国，你们还能有命活到现在？朱门酒肉，
高官厚禄都将你们的脑子堵住了。就算萧心恒的确做了1、2件事，可是那又如何？他除了会帮助宁初曦和宁王府，哪里比得上我？父皇，如今境况可由不得你说不了。你，陛下保重龙体，保重龙体啊！皇城内虽没有几万精兵，但也有数千羽林军。萧旭，你哪来的底气说出这种话？羽林军？萧心恒，你不若试试，看看如今的羽林军究竟听谁的差遣。萧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想不到这多年的教导，竟养出你个野心勃勃、大逆不道的白眼狼！父皇，儿臣这不叫野心勃勃，这叫雄心壮志。生在帝王之家，谁不想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？儿臣不过是比有些沽名钓誉的人更加坦诚，将这份雄心摆在明面上罢了。萧心恒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你有什么可傲气的？我从小长于父皇身侧，受太傅教导，学治国理政之策，习济世为民之理。而你呢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刘国卑躬屈膝，仰人鼻息，艰难求生，过得连狗都不如。萧心恒，你一个为治归国、徒有其表的太子，凭什么与我争？就凭他的心胸和气度，凭他行事磊落光明，凭他临危受命带兵救乙州，他就比你更当得起这大理君主。父皇，如今惹怒儿臣，可不是明智之举。如今皇城内外皆是我的人，只待儿臣一声令下。父皇，您是想儿臣兵不血刃的继位，还是想血流成河的夺权？孽障！父皇有皇兄这般仁心爱民，定不忍牵连宫内众多士兵与宫人的性命，不忍百姓流离受苦吧？是吗，萧旭？那你大可试试，一声令下之后，你还有没有那个命，活到你继承大统的那天？萧心恒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可是宁初曦呢？他怕死吗？你这么在意他，怎么就不知道把他藏好一些？你说，他死的时候，会不会恨你？恨你以爱之名，将他卷入这场纷争之中？皇兄，着急了，心疼了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弟与皇兄做笔交易，倘若皇兄能劝父皇拟下诏书，禅位于我，臣弟保证，定将宁初曦完好无损地还给你，让你们双宿双飞，如何？参见陛下。殿下，郡主今日突然兴致，便在威园设宴，邀请群臣的家眷共赏威园盛景。因您一早出府，未能提前与您商议，擅自借用，特让属下来告知您一声。无妨，本宫的威园就是他的威园，他想什么时候用，想怎么用，随他心意。是。除此之外，郡主还让属下给各位大人带句话。今日
若萧仙河没有毫发无伤地出现在威园接我回家，那么整座威园的人都会与我一起为萧仙河陪葬。这什么？这郡主怎可如此做呀？是不是啊？这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宁王带领5万精兵逼向皇城。滚！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不是说宁王的兵还在关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将这个逆子给朕打入地牢，听候发落。退朝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各位大人，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威园里还有各位大人的母亲、夫人、女儿，在威园等着你们去接他们。尔等宵小，勿以强权逼迫我等就范。天理昭昭，真相总有一日会大白天下，吾愿以此明志。这还小，还有气。既然他有如此心愿，那本宫就替他了了。史官也不用记其死节，只记其乃叛军同党，冥顽不化，今日死于乾元殿，理由是伏诛即可。如今行事果决，手段毒辣，再也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太子殿下了。朕知道你心里边一直恨朕，虽然你嘴上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自从母后走后，儿臣心里就不知道什么是恨了。朕已经拟诏将皇位传于你，但是朕希望你留你三弟一条命。他犯的可是谋逆之罪，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啊！父皇还是好好休息吧。三皇子萧旭现赤夺其亲王位，贬为庶人，流放冀州，终生不得回京。希儿，希儿，其实，在他们第一次有谋反之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只是我一直在放任他们的联系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坏，很自私？是挺坏的。那你会讨厌我吗？不会，我还挺喜欢你。萧仙河，你很好，
自私也好，狠毒也罢，都是为了将幕后危害家国安宁之人一网打尽。你保护了你的父亲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子女，是无私，更是大爱。所以，不要怕。萧旭今日就将流放益州，且终身不得回京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将从这深宫中永远的离开。旭哥哥，玉儿来了，玉儿会和旭哥哥一起，不会让你孤单的。我昨夜做了一个梦。梦？我梦见我与宁除夕订了婚，鸳鸯闭合，举案齐眉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宁除夕仍旧爱我如痴，而我借助宁王府的势力，仅仅用3年时间，便蚕食了部分北疆士兵。3年之后，在我的安排下，萧敬恒在秋猎之后不久，令符交给你，也伤重不治。日后好好爱护希儿。我在宁王的支持下，终于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。再后来，我为了迎娶我最心爱的人，也为了除掉早已对我无用却时时压制我的宁王府，我默许你诬陷宁除夕与侍卫私通，放任其被毒杀。果然，只要是旭儿送的酒，你永远都不会怀疑。叶幕，救我！旭儿，为何要这么想不开啊？你为何要服毒自尽啊？只要你肯听从于我，这后位早晚都是你的。你为何要这么心急，做出这种傻事啊？不过今天，就算你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有人看见的。造反，为谋逆叛国之民，将宁王斩于马下。在此后，又除掉了处处与我作对的萧汉之后，我终于顺利登上了皇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封了我心爱之人为后，是不是很疯狂？是不是？太真实，真实到让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生，这本该就是属于我的一生。可是，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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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快看！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万岁！原来这一切
该是我的，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？是不是你？我知道为什么了。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，如果不是你迷惑了我，林初心照样会嫁给我。这梦中的一切，就都还是真的。怪你，都怪你！是我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。你真的爱过我吗？或许爱过吧。你能不能最后抱抱我？青色起，镜中人不曾知眠。问风月，一滴泪眼照眉宇。余生又梦着你，相思不可及，像是一场梦不落痕迹。别故人又要可曾见君兮，望来生任沧海浮萍朝夕。青丝落入故里，弹针只一句，天涯若追寻，就别意难平。生死之后是初吻中的心，凉过了记忆，何必为无情之人高兴，要是无意。居然凄美是梦中的光景，大梦中会醒，秋风起，风烟落秋里。好，多吃蟹棒。真好吃。慢点吃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。是啊，您多吃点儿。要不我给你剥点虾吧。我的希儿终于找到好的归宿了。母亲，你就少操点心吧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大哥，太子这个女婿，您可还满意？我这个女婿文武双全，温文尔雅，希儿嫁给他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了。是。希儿，你可要好好珍惜天定的缘分呐。来，
我们干了此杯吧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那可不干挺着呢。食菜，食菜。你尝尝这个，尝尝这个。真好吃。太子殿下现在应该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雅致，做这种细枝末微的事儿？与希儿有关的一切事情，对我而言，都不是微末小事，我自然也要亲力亲为。我知道啦。哎呦，我宁王府都买不起一个新碟子装调料了。让太子殿下亲自的给我女儿挑香菜呀！行了，你又舍不得女儿了是吧？母亲呐，你不知道希儿在外面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呀？你怎么过的？靠内耗过的呀！你呀，这么累，干嘛去啊？别去了，吃点吧。行，就着吃。来，我敬你一个，干杯！为什么我觉得今晚有点不真实？喝多了吧你？应该没醉，毕竟我现在怀里抱的是真实的。萧星豪，你看，天上有什么？有星星。星星发光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。那地上有什么？有你。我也有你，萧星豪。虽然你的过去我不能感同身受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会是你的最佳听众。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星星了。那一片幽愁，又扰了清梦，都在不言中。一动间寒烧正崩，而如今看落红，随回忆飘在空中。就像刺下了忧伤，在心里记录。